说一个让你脊背发凉的真相。你以为你藏得很好，其实你什么都没藏住。你有没有过这种极其诡异的日常经历？当你第一眼看见某个人，你的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的身体就已经拉响了警报。你总是说不清楚他哪里不对劲，就是感觉浑身不舒服，每一个细胞都在抗拒。而后来的事实无数次精准地证明了你的直觉，它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巨大麻烦。它不仅消耗了你的时间，还差点毁了你的事业。你又有没有遇到过另一种完全相反的人？他可能只是静静地站在无人的角落里，一句话也不说，但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无法直视的光芒。他站在那里就自带一种吞噬周围的强悍气场。后来他果然平步青云，成了翻云覆雨的顶级大人物。这绝对不是虚无缥缈的玄学，也绝对不是装神弄鬼的迷信。这是人类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对人性最精准也最冷血的底层识别体系。今天我们要彻底砸碎大众所有的陈腐偏见，用现代生存操作系统的逻辑重新解构一本被严重误解、被贬低为封建糟粕的底层奇书《麻衣神相》。很多人以为这是一本老头子在庙会门口摆摊骗钱的算命书，是迷信，是垃圾。大错特错，这本书真正在讲的是一套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残酷也最实用的识人系统。它在告诉你一个让现代人极度不舒服，甚至头皮发麻的真相，那就是人是可以被瞬间看穿的。不是通过你精心修改过无数次的简历，不是通过你刻意包装、展示虚假人设的朋友圈，更不是通过你逢场作戏、长袖善舞的漂亮话，而是通过你的骨骼结构、你的眼神聚焦、你的走路姿势、你的肩膀扣度，以及你嘴角那一抹连你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微小弧度。通过那些你根本无法伪装，也根本没有意识到需要伪装的身体细节。你以为你把内心的贪婪、恐惧、自卑和野心藏得天衣无缝，但麻衣神相告诉你，你什么都没藏住。在真正的高手眼里，你就像赤裸地站在聚光灯下，这才是这本书真正让人感到脊背发凉的恐怖杀伤力所在。我们现在必须把时间的指针疯狂拨回到五代十国末期以及宋朝初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用现代最残酷的商业术语来说，那是一个极度内卷、原有秩序彻底崩坏、社会阶层剧烈洗牌，所有人都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极限大动荡时代。在短短5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大地轮番更换了5个朝代，10几个割据政权像走马灯一样登场又谢幕。皇帝的头颅今天还在龙椅上，明天就滚落在大街上。在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秩序荡然无存的环境里，识人绝对不是一种茶余饭后的玄学爱好，而是一种关乎你全家性命的顶级生存技能。这不是比喻，这是最真实的血淋淋的现实。你投靠错了主公，你全家满门抄斩；你看错了同僚，你会被在背后狠狠捅刀而死；你信错了朋友，你会沦为权力斗争的炮灰。你只要看不穿一个人的真实意图，你的生命就会在下一秒彻底终结。所以在那个秩序崩塌的年代，相术根本不是迷信，它是最高级的战略工具，它是那个时代最顶级的政治精英、军事天才，用来做生死决策，用来精准识别盟友和敌人，用来判断一个人到底值不值得投资一生命运的核心方法论。相传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麻衣道者的华山隐士，他冷眼观世事，看人极其精准。他把自己一生的识人心法全部传授给了一个叫做陈抟的人。陈抟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陈希夷，一个连宋太祖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都要亲自跑去拜访的旷世神人。你想看那个震撼的历史画面，一个开国皇帝刚刚用武力征服了天下，坐拥万里江山，
却要放下尊严，亲自跑去隐秘的山林里拜访一个不见世事的老头子。为什么？因为皇帝深深地知道，打天下可以靠绝顶的武力，但守天下只能靠看穿人心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建立政权靠的是刀剑，但稳固江山靠的是识人。这本书就是在这样极限生存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出来的生存圣经。他教你的从来不是看手相算命，他教你的是如何在极限内卷中看穿人性的本质，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好，现在我们直接进入最核心的正题。我要用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以及社会学的全新降维视角，来狠狠拆解这本书里最精髓、最冷血的4个核心维度。第一个维度叫做眼神。麻衣神相原文说：“眼为心之苗，神为形之主。”翻译成现代大白话就是：眼睛是人类内心世界最真实的外在显示器，而你的神态则是控制你整个人生状态的底层操作系统。你看一个人，永远要先看他的眼睛，这不是一句废话，这背后有着极度深刻的神经科学道理。我们来深度思考一下，为什么一定是眼睛？因为眼睛是全身上下唯一一个你无法完全用理性伪装的器官。你可以控制你的嘴巴说出天衣无缝的漂亮话，你可以控制你的面部肌肉挤出最灿烂的笑容，你甚至可以训练你的肢体语言做出最开放、最友善的姿态。但你绝对控制不了你的瞳孔微调，你绝对控制不了你眼神深处那道光芒的闪烁或者瞬间熄灭。说一个让你极度不舒服的真相，一个真正拥有巨大野心和极高阶层密度的超级高手，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叫做锋芒。这种锋芒你根本藏不住，你只要盯着他的眼睛，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扫描感，一种无处遁形的压迫感。他在听你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不是在单纯接收你的信息，而是在冷酷地评估你这个人的分量，评估你值不值得他投入资源。一个内心充满了极度恐惧和极度焦虑的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叫做漂移，他的眼睛永远不敢在你的脸上停留超过3秒钟，他无法和你进行正常的、深度的正面眼神对视，他的目光总是在不停地寻找退路，寻找出口，寻找任何一个可以让他逃离当下心理压力的方向。一个内心已经彻底死亡，对世界失去所有希望的空心人，他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叫做空洞，那不是悲伤，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让人绝望的空，就像一口枯竭了1000年的古井，你往里面看过去，什么东西都抓不到。麻衣神相把眼神分成了清澈、浑浊、有神、散乱、深邃、浅薄等无数种类型。他说，眼神清澈而聚焦的人，心性纯正，做事永远有始有终；而眼神浑浊且散乱的人，内心充满了不可告人的杂念与混乱的欲望。这种人极度容易被眼前的利益左右，在关键时刻一定会背叛，属于绝对不可深交的危险分子。这听起来像是在搞迷信，但你用现代大脑科学仔细想想，它其实是在精准地描述一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一个内心清明、目标极其坚定的人，他的整个大脑皮层处于高度聚焦的状态，他不需要浪费任何资源去处理内部的道德冲突和恐惧。他的眼神当然是高度聚焦，清澈见底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每一步要走向哪里，他的注意力绝不会分散。而一个内心混乱、被无尽的贪婪和极度的恐惧反复撕扯的人，他的眼神当然是浑浊且散乱的，因为他的大脑里同时运行着太多互相冲突的内部程序，他消耗了大量的底层资源去压抑自己的不安，他根本没有多余的神经资源来维持一个稳定聚焦的眼神。这根本不是玄学，这就是神经科学，这就是心理学。
只不过1000年前的麻衣道者用的是橡树的古老语言，但他精准地抓住了这套生物学的铁律。第二个维度叫做骨相，这是全书最硬核也最容易被世人严重误解的部分。一听到骨相，很多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那些在破庙门口摸你脑袋的骗子算命先生，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注定是大富大贵之命。这是对骨相最浅薄、最无知的理解。麻衣神相里说的骨相有一个极其冷血的底层逻辑，翻译成现代大白话就是一个人的骨骼形态和身体姿态反映的是他长期在生存压力下，肉体和精神状态相互博弈，最终沉淀下来的综合结果。请注意，这是长期的沉淀，而不是绝对天生的。你的骨骼结构，你的脊背到底是挺直还是弯曲？你的肩膀到底是舒展还是内扣？你的下颌到底是习惯性抬起还是习惯性下垂？这些全都是你过去几十年里的生活方式、阶层位置、心理状态，在你的身体上雕刻出来的痕迹。一个长期处于底层压抑、生活极度贫困、每天都在面对无尽恐惧和羞辱的人，他的身体为了保护自己，会本能的、自动化的进入一种长期防御的姿态。他的肩膀会不受控制的向内扣，他的脊背会习惯性的向下弯曲，他的脖子会极度紧绷的向前伸，整个人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极度缩起来的虾一样的形态。这根本不是他主观选择的姿态，而是他的肉体在长期的生存压力下形成的肌肉记忆和骨骼微调。相对应地，一个长期处于社会上层，长期掌控巨大资源，习惯了发布命令和享受从容的人，他的身体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种完全展开的开放姿态。他的肩膀舒展，他的脊背挺拔如松，他的下颌微抬，他整个人在空间里占据的位置是笃定的、自信的、充满侵略性的。原著里有一个概念叫做骨清，他说骨清的人身上自带一种尊贵的贵气。什么叫做骨清？那绝对不是说你的骨头白，而是一种经过极度自律、精神高度集中，对自己有着变态般严格要求所呈现出来的精干气质，线条分明，没有任何多余的颓废和赘肉，整个人散发着高效运行的机械感。相对应的，原著说骨重则贵，骨轻则贱。这里的轻重绝对不是说你的体重是多少斤，而是一种你站在那里所散发出来的让人无法忽视的气质分量感。一个人站在你的面前，哪怕他一句话都不说，你也能瞬间感受到他有没有分量。这种分量感究竟从哪里来？它来自他丰富的阅历，来自他曾经经历过的无数次灭顶之灾般的磨难，来自他亲手处理过的极度复杂的社会局面，来自他在极端生死存亡的压力下做出的那些艰难而冷酷的决策。这些残酷的东西最终化作一种高密度的能量，沉淀在他的骨相和气质里，让他产生了一种泰山压顶般的不动声色。反过来，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真实生活摔打的人，一个在温室里长大，在顺境中拿到漂亮简历的人，他的气质永远是轻飘飘的。他说话也好，做事也好，都缺乏一种让人背脊发凉的信任分量。所以骨相的本质就是在读一个人的人生密度。你的人生到底有没有密度？你到底经历过什么级别的打击？你在最难、最想死的时候到底是怎么生生扛过来的？这些东西根本不用你吹嘘，他们早就真真实实地写在了你的骨相里。这里我要说一个让无数温室花朵极度不舒服的残酷真相。在现代社会里，有大量的人从小到大一帆风顺，家境优越，受过良好的精英教育，拿着无懈可击的完美简历，说话做事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你只要仔细观察他们的身体细节，你就会发现他们身上致命的缺少一种东西，那种在逆境的血水里反复磨砺出来的粗犷而厚重的骨相分量。一旦遇到真正的黑天鹅事件，一旦遇到真正的毁灭性危机，他们会瞬间慌神；遇到真正从底层杀上来的野蛮对手，他们会本能地感到胆怯和退缩，因为他们的骨相里没有那些致命的刻痕。而那些真正在最底层，在社会的泥潭里摸爬滚打，被生活反复按在地上狠狠摔打过，却又生生站起来的人，他们身上有一种被称为韧性的恐怖武器。这种韧性死死地写在他们的眼神里，写在他们的骨相里，写在他们面对滔天巨浪时那种面无表情的极度从容里。第三个维度叫做声音。麻衣神相里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声音者，乃一身之主宰。声音是一个人内在能量和精神内核最真实、最无法掩饰的外化。你只要仔细观察你身边那些真正手握大权、拥有极强掌控力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声音都有一个令人心惊的共同特点，那就是极度的沉稳，充满了磁性和穿透力。他们说话的速度不快不慢，节奏感极强，每一个字说出来都像是重物落地一样砸在地上，发出有分量的回响。这绝对不是什么天生的好嗓子，这是一种强大的、稳定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外化反应。一个内心极度焦虑、极度缺乏安全感，随时都在担心利益得失的人，他说话的语速会不可控制地疯狂加快，因为他的神经系统此刻正处于高度紧绷和受惊的状态。他的思维在飞速且混乱地旋转，他的嘴巴根本无法跟上他失控的大脑，于是他说话的声音显得极其急促、跳跃，缺乏逻辑。一个内心深处极度自卑、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是个弱者的人，他说话的声音会不自觉地变得极其微弱，因为在他的底层潜意识里，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被别人听见。他的声音本身就在向周围的所有人传达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那就是我不重要，请你们彻底忽略我。麻衣神像把声音分成了洪亮、清越、沙哑、尖细、低沉等无数个细分流派。他说声音洪亮且清越的人，心性极其开阔，自带天然的领袖气质和强大的领导力；而声音尖细且急促的人，心性极其浮躁，格局极其狭隘，注定难成大事。这看起来像是在粗暴地评判一个人，但它实际上是在精准地描述一种身心一体的基本物理原理。一个心性真正开阔、胸怀坦荡的人，他的呼吸永远是深沉的，他的腹腔共鸣必然是充分的，他的声音自然会呈现出一种洪亮而有力的磁性。而一个心性浮躁、整天算计蝇头小利的人，他的呼吸永远是浅短的，他的胸腔极度紧张，他的声音自然呈现出一种尖细、急促，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频率。但这里隐藏着一个更震撼，也是我认为这本书最伟大、最具有革命性的深刻洞察，那就是声音是可以随着内在的觉察而发生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所谓的命中注定的命运，是完全可以被彻底改变的。如果声音是内在能量状态的外化，那么当你开始保持高度的自我觉察，当你开始疯狂修炼自己的内心，改变你的内在状态时，你的呼吸就会变深，你的肌肉就会放松，你的声音就会随之发生彻底的改变。而当你的声音变得稳定、厚重、充满穿透力的时候，你给周围所有人带来的第一印象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重塑。你吸引来的社会资源、商业机会以及贵人相助就会发生重大的改变。当你生命中的机会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命运轨迹就会跟着发生彻底的逆转。这是一个极其严密的因果链条。
麻衣神相从来不是在绝望地告诉你命运是死板固定的，它是在用一种反向的逻辑告诉你，命运就真真实实地写在你当下的每一个状态里。如果你疯狂地想要逆天改命，请先从改变你当下的身体和声音状态开始。第4个维度叫做面相与命运的深层自证预言，也就是原著中最著名的4个字：相由心生。这4个字几乎每一个现代人都听过，但说实话，几乎没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它背后那令人背脊发凉的恐怖深度。相由心生绝对不是说你今天脑子里想了一件好事，你明天脸上就会长出一块好看的肉。它描述的是一个极其精密的生物学重塑机制，那就是你长期的心理状态，你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你反复经历的怨恨、恐惧、愤怒或者喜悦的情绪，会通过长年累月的肌肉记忆，通过神经系统的微弱放电，通过体内荷尔蒙水平的真实改变，真真实实物理性的彻底重塑你的面部形态和纹路。一个长期习惯于保持微笑，内心充满感恩与开放的人，他面部的嘴角肌肉会形成一个习惯性向上的稳定弧度，即使在他完全不笑、面无表情的时候，他的嘴角也是微微上扬的，这让他在视觉上散发出一种极其亲切、开放、友善的磁场。一个长期习惯于眉头紧锁、内心充满了焦虑、怀疑和防御的人，他眉间的川字纹会像刀刻一样越来越深，他的面部表情即使在完全放松的睡眠状态下，也带着一种极度的紧绷和冷酷的严肃，这让他在社会交往中看起来极其难以接近，甚至让周围的人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一个长期处于愤恨、嫉妒、怨气冲天状态中的人，他的面部肌肉会形成一种极其丑陋的向下且向内疯狂收缩的怨毒模式，整个面部轮廓散发着一种让人望而生畏的阴郁和暴力之气。一个长期处于平和、喜悦、大格局状态中的高手，他的面部肌肉永远是彻底舒展的，极度放松的，整个人散发出一种温暖、明亮、让人如沐春风的尊贵气质。这根本不是虚妄的玄学，这就是肉体的肌肉记忆，这就是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这就是现代前沿科学已经完全证实的身心机制。但极其恐怖的是，麻衣神相在整整1000年前就把这个极其复杂的生物学重塑机制用最简练的语言描述得清清楚楚，毫无破绽。现在我们来说一个真正让你后脊背发凉甚至无法直视的恐怖部分，那就是麻衣神相里关于气色的绝对定义。他说，一个人的气色反映的是他当下运势和能量状态的绝对风向标。气色好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顺风顺水；气色极度差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漏洞百出。这听起来极度迷信，但你用现代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仔细拆解，它描述的其实是一个极其残酷的、自我实现的闭环自证预言。当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处于人生的绝对上升期时，他的整个精神状态是极度充盈的，充满了无法遏制的内在活力与强大能量。由于气血通畅，他的皮肤自然呈现出健康的光泽，他的眼神自然闪烁着敏锐的神采，他的步伐自然充满了力量感。这种极佳的肉体和精神状态会让他在此后的社会社交中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强大吸引力，会让他面临商业重大决策时表现得极其果断和极具远见，会让他面对稍纵即逝的重大机会时反应得极其敏锐和准确。于是他在此后的现实世界里真的会变得越来越顺，这就是所谓的运势好。相反，当一个人由于长期内耗而处于人生的下降期时，他的整个内在状态是极度萎靡的、无力的，充满了无尽的焦虑与内耗。
由于长期的精神压抑，他的皮肤自然呈现出暗淡的灰色，他的眼神自然变得极其涣散，他的步伐自然变得无比沉重。这种极其糟糕的负能量状态，会让他在此后的社会社交中彻底失去吸引力和别人的信任，会让他面临重大决策时变得犹豫不决、患得患失，会让他面对绝佳的机会时反应极其迟钝，最终刻面错过。于是，他在现实世界里真的会变得越来越倒霉，越来越不顺。这根本不是神明在保佑或者惩罚你，这是一个高度自我强化的恐怖循环。好的内在状态产生好的社会结果，好的社会结果反过来疯狂强化更好的内在状态，差的内耗状态产生极其糟糕的恶果，糟糕的恶果反过来更加疯狂地把你的内在状态拖入更深的无底深渊。麻衣神像把这个极其高级的系统性循环，用气色这一个极其具象的概念来进行了完美的归纳和总结。他告诉你，看一个人的气色，其实就是在看他当下正处于哪一个能量闭环的哪一个阶段。这是一种非常高级、非常现代的动态系统思维，但这里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终极灵魂拷问：如果一个人的未来命运真的可以被高手从面相上直接读出来，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生来注定、绝对无法反抗的呢？麻衣神像给出的终极回答是：不，绝对不是。他在书里写下了一句我认为整本书里最伟大、最具有哲学光芒的惊天至理，叫做心善者虽恶相可解，心恶者虽吉相难逃。用现代最直白的大白话来翻译，就是一个内心光明、积极向上、做事极具利他思维和坚韧意志的人，即使他天生拿了一副极其糟糕的面相，他的命运也完全可以通过后天的死磕而被彻底改写。而一个内心极度阴暗、充满了自私恶念，整天只想算计和消耗别人的人，即使他天生拿到了一副极其完美、极其好看的吉利面相，他的命运也终将走向无可挽回的自我毁灭。这句话的底层行为学逻辑究竟是什么？是行为模式最终决定了命运，而你的行为模式完全来自于你最真实的内心内核。一个内心真正善良、格局开阔的人，他在现实社会中的核心行为模式必然是利他的、开放的、不断建立和积累社会信任的。这种高质量的行为模式会让他在漫长的社会网络中为自己积累起越来越多、越来越恐怖的善意和各方资源，会让他在人生最关键的生死时刻获得意想不到的贵人相助，从而让他的人生轨迹形成一个不断向上突破的超级复利螺旋。而一个内心极其阴暗、格局极度狭隘的人，他在现实社会中的核心行为模式必然是冷酷算计的、封闭隐蔽的、不断疯狂消耗和破坏社会信任的。这种低级的行为模式会让他在漫长的社会网络中为自己不知不觉地积累起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的潜在敌意和巨大隔阂，会让他在人生面临重大危机和考验的生死关头陷入彻底的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从而让他整个人生的轨迹以一种无法阻挡的姿态一路滑向毁灭的深渊。你脸上的面相不过是你在漫长岁月中由于这些核心行为模式的反作用力在你的面部肌肉和神经上留下的痕迹而已。所以，想要彻底改写你悲惨或者平庸的命运，最根本的方法从来不是去美容院进行虚假的整容，也从来不是去改变什么表面上的风水面相，而是要从你的灵魂深处开始，彻底改变你对这个世界的内心态度，彻底改变你日常的核心行为模式，让那些代表着强大、尊贵、平和的完美面相从你的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这才是麻衣神像最深刻、最不为人知的终极智慧。这也是它能够彻底超越普通低级相术，具有真正顶级哲学价值的硬核所在。
现在，我们为了让这套冷血的10人操作系统在你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威力，我们直接设定3个现代人每天都会面临的极度接地气的现代职场与社交实操场景。场景1，你正在艰难的创业，或者你是一家公司的核心高管，你需要挑选一个可以托付生死的联合创始人或者核心员工。现在你的面前坐着2个候选人，第一个人背景极其显赫，全球名校硕士毕业，曾经在世界500强顶级大公司任职多年，说话条理极其清晰， PPT 做得天衣无缝，华丽无比。但你注意到一个极其致命的细节，就是当你在谈到未来可能会面临的极端生存困难、资金断裂风险和极限行业挑战时，他的眼神深处出现了一瞬间的极其惊慌的闪躲，他的肩膀不自觉地向内扣了一下，他的声音在当下的压力面前开始变得不自然的急促和尖细。而第二个人背景极其普通，学历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亮点，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坎坷，在过去的岁月里曾经遭遇过极其惨烈的创业失败。但是当他在你面前毫无保留地解剖自己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惨败和羞辱时，他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汪深不见底的湖水，甚至在嘴角带着一丝极其淡定和从容的笑意。他的脊背从始至终挺得笔直如松，他的声音在任何极具挑衅性的问题压力下都保持着一模一样的稳定频率和厚重质感。你告诉我，在现实世界里，你会选择哪一个人？麻衣神像给现代所有企业家的冷血答案是，必须毫不犹豫地当场选择第二个人，因为第一个人身上所有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优秀，都只是顺境和资源堆砌出来的温室泡沫，他的内在精神质地根本没有经历过生存压力的真正检验。一旦在未来的商战中遇到真正的狂风暴雨和灭顶之灾，他会成为团队里第一个精神崩溃、临阵脱逃的懦夫。而第二个人，他已经只身一人在生活的地狱火海里完整地走过了一遭。他在极限生存压力下所展示出来的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绝对心理稳定度，那种极度从容的淡定，那种眼神深处不曾熄灭的灵魂之光，才是整个现代商业社会中最稀缺、最昂贵，也最值得你投入一生命运去疯狂投资的核心资产。场景2，你在日常的社交活动中结识了一个看起来非常热情、对你百般讨好的新朋友，你不确定这个人到底值不值得你掏心掏肺的去深交。麻衣神像给你提供了一个极其简单，1秒钟就能看穿他灵魂本质的极限测试方法，那就是静静地观察他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诱惑面前，他的眼神所发生的细微变化。说一个让你极度不舒服，但又真实的让你头皮发麻的真相。当一个可能改变阶层或者涉及巨大金钱的利益摆在你们面前的瞬间，如果这个人的眼神在 0.01 秒之内立刻变得极其精明、极度算计，瞳孔深处闪烁着一种贪婪且饥渴的残忍光芒，那我可以100%地下绝对结论，这个人骨子里的底层核心驱动力是绝对的，冷酷的个人利益。他现在和你建立的所有热络关系，本质上只是一场精心计算的、暂时的利益交换。一旦在未来的某一天利益彻底消失，或者别人开出了更大的利益诱惑，他会在眨眼之间毫不留情地从背后狠狠地捅你一刀，把你当成他向上爬的垫脚石。反之，如果当巨大利益砸下来的那一刻，他的眼神依然保持着如水般的平静，甚至在瞳孔深处带着一种高度审慎的克制与理性思考，那说明这个人的内心深处有着一套极其强大、不可动摇的自我约束与价值底线体系。这是一个真正可以共患难，在最难的绝境中
也绝不会背叛你，值得你托付整个后辈的真正挚友。场景3，在尔诈我余的现代职场生态中，如何精准地识别出那些满嘴跑火车、情商极高、极其擅长向上管理，但本质上却没有任何担当的伪强者？职场上往往有这样一种空心人，他们在老板和领导面前表现得比谁都积极进取，忠诚无比；在同僚和客户面前表现得比谁都谦逊友善，八面玲珑；在自己的下属面前表现得比谁都体贴关怀，充满温情。他们用近乎完美的社交技巧和面具，把自己包装得无懈可击。你到底该如何看穿他们的完美伪装？麻衣神像给你的破局战术是：察其动，观其静，也就是静静地寻找机会，去观察他们在一个完全没有观众的死角里所呈现出来的最真实的状态。当他们以为周围没有任何人在注视着他们，当他们彻底放下了所有的社会功能和表演任务的那一个瞬间，你悄悄地去看他们的眼神，去看他们的坐姿，去看他们面部肌肉的真实线条。一个真正内心丰盈、拥有强大内核的真正职场强者，无论是有万众瞩目的观众，还是在一个人的绝对孤独里，他的身体状态和精神气场是完全高度一体的。因为他不需要表演，他本身就是那样一尊顶天立地的雕像。而一个纯粹依靠技巧生存的表演者，在失去所有观众的极短暂的刹那，他身上的所有伪装面具会发生轰然塌陷，他的眼神会在一瞬间变得极度漠然和空洞，他的坐姿和仪态会变得极其散漫和松垮，他的面部表情会从之前的温情脉脉瞬间变得极其冷酷、刻薄，甚至散发着让人脊背发凉的暴虐之气。好，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到这本书里最让我觉得心惊胆战，也最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哲学和全景社会学命题，那就是探讨关于出身环境、社会阶层固化与个人命运之间那条长久存在的冰冷暗线。在这里，我要替麻衣神像说出一个让所有普通人感到极度绝望和无力的底层真相，那就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普通人在成年后所展现出来的面相、骨相和整体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他的原生家庭出身以及他从小所处的底层生存环境直接决定的。一个从小生活在资源极度匮乏、父母整天为了生计疯狂吵架、家庭充满语言暴力，或者长期遭受外界否定和羞辱的孩子，为了在那个充满巨大敌意和极度不安全感的恶劣环境里艰难地活下来，他的肉体和整个自主神经系统会常年处于极度紧绷的战斗或逃跑状态，他的眼神在不知不觉中会变得极度戒备、惊恐且敏感，他的骨相在长期的心理压力下会呈现出一种极度萎缩、内扣和拒绝连接的防御形态，他的面部肌肉会在他还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提前被生活的小刀刻满焦虑、苦难、憋屈和愤怒的深重纹路。这难道是老天爷在算命时做出的惩罚吗？不，这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命运选择，这是冰冷的社会学阶层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他的肉体和精神进行的一场无情且残酷的生理学重塑。而相反的，那些从小生活在社会上层、物质极度富足、精神充满爱、尊重与全方位鼓励的精英环境里的富家后代，他们的面相在充足的营养和极度的安全感下自然长得饱满舒展，他们的眼神因为从未见识过社会的黑暗和饥饿，自然长得纯净、从容且自信，散发着一种未经生活任何摧残的天然贵气。古老而冷血的相术在过去的封建时代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这种由于残酷的社会阶层差异所导致的身心生理结果恶意地包装成了天命不可违的宿命谎言，用来让那些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消耗者彻底安于现状，
放弃反抗。但是，麻衣神像最伟大、最超越那个时代的璀璨之处，就在于它并没有让自己彻底滑向那种令人窒息的机械宿命论。它在最黑暗的社会学现实中，依然为个人意志留出了一条惊心动魄、足以逆天改命的终极破局之道。那就是他死死坚守的整本书的灵魂核心：心善者虽恶相可解，心恶者虽极相难逃。请你现在立刻在脑子里彻底洗刷掉对善恶这两个字的肤浅道德理解。在这本书的底层逻辑里，善恶从来不是什么道德排放，而是指你面对残酷的命运底色和生存困境时，你所展现出来的内心觉察力、行为模式，以及你那百折不挠的内在精神韧性。你的出身确实冷酷地决定了你人生的最低起点，但你终其一生在内心深处做出的核心选择，才能决定你人生的最高终点。命是有定数的，但一个人的心是可以完全没有定数的。只要你能够从现在开始建立起极其恐怖的超级自我觉察，通过极限的灵魂死磕和极度的自律，在所谓的命运定数中去疯狂寻找那仅存的变数，彻底从根源上改变你内心的能量状态，从极度自私的防御模式彻底跨越到利他、开放、勇敢探索的超级行为模式。你面部的肌肉，你体内的荷尔蒙，你眼神深处的灵魂之光，就会在漫长的岁月中发生彻底的物理意义上的翻天覆地的大重塑。你就能亲手将那一副注定贫苦的破烂面相，生生改写成一尊自带光芒、尊贵无比的强者之相。基于这套冷血而又极其精妙的生存识人框架，我们可以将现代社会中熙熙攘攘的所有人类极其精准地归类进3张极具代表性的人性图谱之中。你可以现在就冷酷地将你周围的所有人和你脑子里的形象对号入座。第一种人，我叫他们空心人。空心人在现代大都市里随处可见，他们的标志性核心特征是眼神永远涣散且没有坚定的焦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听，但极度轻飘，缺乏内心的分量感。他们面部的表情极其丰富多彩，情商极高，但只要你盯着他们看超过1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像塑料花一样的高度工业化包装出来的虚假。他们非常善于在职场和社交圈里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非常善于迎合任何人的喜好。但只要你和他们进行真正涉及价值观、涉及生死抉择的深层次交谈之后，你就会极其恐惧地发现，他们内部根本没有真正的观点，没有真正的底线立场，没有真正的自我。他们是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的流体动物。他们的价值观是极具弹性的，随着周围环境和风向的变化而随时发生惊人的变化。他们的阶层立场是高度流动的，随着眼前利益的大小和得失而随时发生冷酷的逆转。麻衣神像冷眼看穿了这种人，他说这种人眼神无主，心无定所。他们虽然在短期的顺境里看起来八面玲珑，混得风生水起，但从漫长的人生跨度来看，他们致命地缺乏核心生存竞争力，缺乏真正的阶层凝聚力。在现实社会真正残酷的时代经济风暴轰然降临的极限关头，他们一定会成为第一批因为内部空虚而彻底粉碎、随风消散的虚无泡沫。为什么？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生命内核，他们所有的优秀表现全都是对外部世界拙劣的机械反应，而不是来自于内心深处强大信念的疯狂驱动。当原本支撑他们的外部环境和温室资源轰然倒塌的瞬间，他们内部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骨骼，他们会立刻陷入死一样的恐慌和彻底的混乱。第二种人，我叫他们蓄力者。蓄力者在现实生活中从来都不是人群里第一眼看上去最耀眼、最会抢风头的那个聚光灯中心。
他们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着惊人的沉默寡言，甚至看起来极其普通、极其朴素。在热闹的社交晚宴里，属于那种缩在角落里、极其不显眼的边缘人。但是，只要你是一个真正懂得识人体系的高手，当你把目光静静地聚焦在他们身上的那一个瞬间，你就会在他们的瞳孔深处看到一种让你脊背发凉、极其恐怖的深邃而高度聚焦的灵魂锋芒。那是一种带着蓄势待发、准备吞噬一切的惊人精神力量。他们平时说话极少，但只要在关键时刻开口，说的每一句话都字字珠玑，带着一锤定音的恐怖分量。他们从不轻易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立场，但只要他们一旦选择表态，那绝对是经过1000次深度思考和冷酷计算后的绝对答案。他们的步伐走得极其稳健，他们的脊背在任何羞辱面前都挺得笔直如钢，他们整个身体所散发出来的磁场，在无声地向周围的世界传达着一个极其笃定的信号，那就是我极其清醒地知道我自己要去往哪一个终点，我也极其清醒地知道我现在每一步在做着什么。麻衣神像极其推崇这种人，他说这种人眼神深邃，心有主张。他们虽然在短期的漫长岁月里看起来默默无闻，甚至在社会底层经历着常人无法忍受的挣扎与屈辱，但从漫长的人生命运轨迹来看，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超级强者。他们是在最深的黑暗里默默地积累着自己所有的精神能量，在用最冷酷的纪律反复磨砺着自己的内在质地，疯狂地提升着自己的人生阶层密度。他们只是一头头在暗中磨着爪子的野兽，在极度冷静地等待着那个属于他们的绝对时机。一旦时代的风口或者命运的重大机遇成熟，他们所爆发出来的恐怖吞噬力和毁灭性跨越，将会让整个世界在眨眼之间为之彻底震惊。第三种人，我叫他们消耗者。消耗者的核心特征极其明显，他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抱怨，对原生家庭的怨气，以及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极度不满。他们的眼神里常年闪烁着一种被称为戾气的尖锐且刻薄的光芒。他们的面部肌肉因为长期的负面思维而呈现出一种极其紧绷的僵硬感，他们的眉头永远死死地锁在一起，他们的嘴角在面无表情时永远呈现出一种极其难看的向下垂的形态。他们说话的全部内容里，10句里面有9句是在疯狂地进行负能量的抱怨、挑剔或者冷酷的批评。麻衣神像极其厌恶也极其警惕这种人。他说这种人眼有戾气，心有怨毒。这种人无论他们当下的起点有多么高，无论他们的父母给他们留下了多少亿的庞大资产，他们整个人生的命运走向必然是无可挽回的一路向下的，因为他们扭曲的内心状态就像一个不断腐蚀自身的剧毒黑洞，在日复一日地疯狂消耗着他们自身仅存的所有生命能量，同时更在像吸血鬼一样疯狂地消耗和吸干周围所有靠近他们的亲人、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宝贵正向能量。在这个极其现实的社会里，没有任何一个真正聪明、真正强大的高手愿意和一个满身负能量的消耗者进行长期的深度相处，更没有任何一个手握资源的贵人愿意给一个整天充满怨气的消耗者任何重大的改变人生的机会。因为和他们待在一起超过10分钟，你就会极其明显地感觉到你自己的精神能量在疯狂地流失，你自己的情绪和认知维度在被他们无情地拉入泥潭。消耗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自我觉察，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消耗者。他们甚至会极其委屈地认为自己是在说大实话，认为自己是在揭露这个社会的残酷真相，认为自己所有的抱怨和愤怒
都是有理有据，绝对正当。但今天，麻衣神像冷酷地告诉你一个不讲道理的生存铁律，那就是不管你的抱怨在逻辑上听起来有多么冠冕堂皇的道理，抱怨这件事情的本质本身，就是一种极度低级的自我毁灭式消耗。它在每时每刻都在疯狂地消耗着你原本可以用来改变现状的宝贵能量，它在疯狂地推开所有原本可能拯救你的社会机会，它在疯狂地把你的命运轨迹砸向最深的万劫不复。在你的日常周围，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亲人团队里，这三种人：空心人、蓄力者、消耗者，每天都在以极其写实的姿态活生生地演给你看。麻衣神像给你这套系统的终极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让你去当一个茶余饭后的算命先生去识别和评判别人，而是为了让你在深夜里极其恐惧、极其清醒地连续拷问你自己的灵魂：你到底属于这三种人性图谱里的哪一种人？你每天早晨醒来照镜子的时候，你自己的眼神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真实状态？你每天在和客户、在和老板交流沟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声音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真实频率？你走在马路上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体结构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整体气场？你是在用你饱满的生命能量不断地滋养和吸引周围的所有人，还是在像一个移动的黑洞一样，无声地在疯狂消耗着你周围所有人的生存能量？你究竟是一个表面光鲜，内部却没有一两信念骨骼的职场空心人，还是一个满脑子都是委屈，浑身散发着恶心戾气的底层消耗者？亦或者你是一个此刻正身处人生最艰难的绝境，却依然在暗中死死咬紧牙关，疯狂死磕，在默默磨砺着灵魂核心的真正蓄力者？这才是麻衣神像这一本写在1000年前的顶级生存圣经，真正想要让你在深夜里痛哭流涕去深度思考的终极问题。听到这里，我认为最深刻、最让人头皮发麻的终极灵魂反向回旋镖，绝不是教你去拿这套精密的工具当成放大镜去审视你周围的所有人，而是要把这把沾满了鲜血、极其冰冷的灵魂解剖刀，像镜子一样狠狠地对准你自己，反向扎向你自己的内心深处。现在，请你彻底放下所有的傲慢，放下所有的社会面具，像站在赤裸的聚光灯下一样，冷酷地凝视你自己的灵魂深处。你以为你在这个极度内卷的时代里隐藏得天衣无缝，但我想再次让你脊背发凉地告诉你，在一个真正懂得识人底层操作系统的顶级高手面前，你真的什么都没有藏住。你内心深处在深夜里泛滥的所有恐惧，你面对巨大利益时无法遏制的所有贪婪，你面对强权和危机时无法掩饰的所有懦弱，你为了向上爬而长久压抑的所有野心，以及你面对这个世界时仅存的那一丝极其微弱的善良与灵魂之光，全部分秒不差的真真实实写在了你那一副无法伪装的脸上，写在了你那一双出卖灵魂的眼神里，写在了你那具沉淀了过去所有行为的骨相里。这是整个世界运行最残酷、最冰冷的真相，但同时，这也是这个世界留给所有底层逆袭者最公平、最让人获得彻底解脱的终极解放真相。残酷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终究无处可藏，你所有的内耗和伪装都是自欺欺人的笑话，而解放是因为，既然在真正的高手和命运面前我们注定无处可藏，那就根本没有任何必要再去痛苦的隐藏了。当你能够从这一秒开始彻底砸碎所有虚伪的表演，当你能够从这一秒开始彻底摘下所有疲惫的面具，开始真实的面对自己千疮百孔的肉身，开始无比真实、无比勇敢，甚至无比粗糙的活在当下的时候，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整体气场就会在瞬间发生一种极其神奇、极其不可思议的惊天质变。
它会变得无比真实，变得充满排山倒海般的绝对力量，变得让周围的所有资源和强者产生无法动摇的绝对信服。因为在这个充满虚伪包装、充满了朋友圈精修人设的恶心现代社会里，最原始的真实本身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敌、最具有降维打击威力的顶级气场。这就是《麻衣神像》这一本写于整整1000年前的奇书，在今天这个极度焦虑、秩序迷茫的时代，读起来依然让人后脊背阵阵发凉，依然让人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依然让人在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里久久无法平静入睡的终极原因。它不是在和你说什么缥缈虚无、怪力乱神的神秘命运，它真正在讲的是一个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心里都一清二楚，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承认的绝对生存真相。一个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真正无法被剥夺的顶级贵气，从来不是取决于你那无法选择的原生家庭出身，也从来不是取决于你那用数字堆砌出来的虚荣且脆弱的银行存款财富，更不是取决于你在某个组织架构里随时可能被替换的虚伪的社会地位，而是取决于你面对极限生存压力和人生重大黑天鹅灭顶之灾时，你内心深处所展现出来的那一抹不卑不亢、从容不迫的绝对真实，取决于你那一双在生活的无情摔打和血水洗礼中，任凭风吹雨打也绝对不会熄灭的灵魂聚焦之光。那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被称为逆天改命的顶级无敌贵相。那才是你在这个残酷人间里，一天一天用你每一次面临绝境时的冷酷选择，用你内心深处永不低头的那道灵魂火焰，亲手写就的真正属于你自己的无敌命运。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段直击你灵魂最深处、让你头皮发麻的残酷解说内容对你的认知操作系统产生了哪怕一丝丝的颠覆和触动，如果你觉得这套传承了1000年的冷血识人智慧能够让你在未来的现代职场和社交中成功避坑，做出真正正确的生死决策，请立刻为我们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每周都会用这种最硬核、最降维的残忍视角，带你生生撕开一本中国传统经典的虚伪外衣，用短短30分钟的时间，为你疯狂打开一个新的底层认知黑洞维度。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带你一起去深度拆解另一本在网络上被长期封禁，读完之后更让你浑身冒冷汗，彻底看穿现代阶层固化、底层潜规则的旷世奇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